俄媒透露，中国企业因乌克兰在马达西奇上的失信，索赔35亿美元。此事的原委是什么？中国企业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一事，称如同肥皂剧一般反反复复，但随着收购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曾寄予很多希望的马达西奇就这样被我们算了吗？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但如果是对方失信造成我们的损失，可就不能这么算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通过乌克兰 DCH 网站消息，中国的投资企业正在着手向乌克兰索赔35亿美元。目前3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将代表原告出席。由于去年乌克兰航发重企马达西奇宣布同意向中国出售一半的股份，并且中国企业已经投资1亿美元的情况下，乌克兰当局出手冻结了马达西奇公司的账目，使得交易无法完成。由于乌克兰当局的行为，导致中国企业无法行使其财产权。当然，这背后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美国。早在多年前，中国与马达西奇的交易都很顺利，但自从美国官方突然就马达西奇一事向乌克兰当局发出警告后，情况就有变了。俄媒指出，中国企业没能收购马达西奇，主要是因为美国对这笔交易的不满。美国不希望乌克兰飞机制造技术流入中国，因而向乌克兰施压，最终使得乌克兰当局叫停了交易。在今年8月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专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要求永久停止马达西奇的交易。随后，中国企业向乌克兰当局发起上诉，要求交易继续，结果上诉被驳回。9月4号，中企就已经向乌克兰司法部提出了投资纠纷及其35亿美元索赔的通知。而马达西奇另一大股东亚历山大·亚罗斯拉夫斯基也对乌克兰当局发出警告，要求履行交易。然而之后，乌克兰当局的操作却更加迷惑了。去年的时候，美国黑水公司曾表示将替代中企收购马达西奇，结果在乌当局驳回中企之后，这笔交易也没了下文。之后，乌克兰副总理表示希望土耳其收购马达西奇。与此同时，一些媒体竟将马达西奇因入不敷出而裁员5000人甩锅给中国企业的行为。实际上，中国企业都尚未得到马达西奇的控股权，无法对马达西奇进行裁员。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也明白收购马达西奇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既然已经投资过了，那就不能让投资都跟着打水漂。中国向乌克兰索赔，是因为乌方的违约失信。就乌克兰如今的情况来看，35亿美元绝不是一笔小数字，这就是听信美国代价吧。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帮他们一把，但目的已经达到，恐怕美国人只会做甩手掌柜。79%的美国人认为，如今美军在西太能战胜中国，但是10年后，美军胜率则大幅度下降。是否意味着美军认为现在是与中国开战的最好时机？为何说美军想战胜中国要远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得多？随着美国因疫情、经济下滑、大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国内矛盾丛生，关于美国是否会利用其军事力量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的讨论也尘嚣甚上。而在被认为是美国一系列潜在对手中，中国无疑是受到讨论最多的一个。加上近段时间美国加紧重返亚太战略，屡次无视区域稳定，派遣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侵扰，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摩擦也明显加剧，于是中美两国在西太的军事对比也备受讨论。不可否认，美国至今依旧是全世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并且优势巨大，但中国近年来飞速成长的军事实力也被外界认为是美军将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么美国人又如何看待中美之间在西太万一发生武装冲突呢？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约 79.2% 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今天中美在西太发生武装冲突，美军会占上风，只有 20.8% 的美国人认为美军不会占上风。而当问题换成如果10年后中美在西太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军会占上风吗？肯定大幅度下降。 54.4% 的美国人认为美军会占上风，而 45.6% 的美国人给出否定看法。就这份报道来看，受访对象都是美国人，并且战场限定在整个西太，而非只是第一岛链地区，因此得出的答案并没有过于超过我们的猜测。美智库认为，随着中国海军军舰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加强，很多美国人对中美在10年后发生冲突并获胜的信心相对较弱。不过也有一点值得警惕的是，
就算是美国民众也看出，在将来美国利用军事手段能赢中国的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很多美国人认为，如果要对中国发动战争，那么现在无疑是最好的时机。既然有79%美国人认为美军在西太赢中国，那么如今真的是美军的最好时机吗？然而，就算是顶尖的战略专家，也不可能精准算到一场战争的胜负结果。就像一位网友所言，在70年前，几乎10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能赢他们的对手。美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高指挥也毫无压力地喊出回家过圣诞。但是结果呢？4年前，美军2艘航母进驻菲律宾，美太平洋战区司令妄言今晚就开战，最终又是谁灰溜溜地逃走了呢？如今，随着东风17、055型驱逐舰、国产航母等更先进的装备入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较4年前更强大，而解放军保家卫国的决心不输70年前。美国智库的数据能算出纸面军事力量对比，但是却算不出很多东西。今年的疫情让很多中国人明白团结一心的重要性，也明白保护自己应该保护的重要性。但相对应的，美国疫情却造成更多的混乱，美军内部感染人数也突破10万。就连美国媒体也承认，如今美军整体士气低迷，即使是面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美军都表现得信心不足，因此想打败我们，要远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得多。055大驱逐为何被认为是全球最强的驱逐舰呢？英国智库认为055驱逐舰2大装备筑起性能超美日到底是什么？随着我国军工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军事工业一举摆脱过去积贫积弱的情况，朝着全球顶级水平迈进。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055型驱逐舰。如果说航空母舰的服役是改变了我国海军从无到有的情况，055大驱的问世则让我们首次拥有了领先世界的先进军舰。055大驱拥有12000吨排水量，远超上一代的052D 驱逐舰。更大的平台意味着能安装更多先进的装备。当然，军舰也不是大就行，装备的适用性也很重要。055大驱装备不仅先进，而且适配性很高。那么这些装备中有哪些帮助055大驱登上全球最强驱逐舰的宝座呢？英国战略智库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据媒体11月9号报道，英国智库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055型驱逐舰拥有相当先进的技术，其中2大装备超越了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先进军舰。首先是055大驱的垂发系统，055大驱拥有112单元导弹垂发，能发射包括鹰击18在内的多种导弹。这使得055大驱拥有远程打击能力，对大型航母都能造成威胁。凭借着火力优势，055大驱不仅能担任航母的护卫，还可以单独组建驱逐舰支队，并且数量众多的垂发装置。055大驱将获得恐怖的火力压制能力，其对手将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其次，055大驱装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也是055领先的关键。055大驱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 S+X 双波段主动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独创的一体化桅杆，在保证隐身属性的同时，拥有强大的探测范围，具备反隐身、防空、反潜能力。而美军此前一直想在朱摩2特舰上使用双波雷达，却未能解决技术问题，最终让055大驱率先实现了。英国智库将055大驱与美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日本金刚级驱逐舰与爱宕级护卫舰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便是055大驱在攻防体系以及雷达探测等方面要优于美军主力战舰。而这还不是055大驱的全部实力，得益于马伟民院士在舰船电力系统的研究，目前中国在这方面更是领先美国。因此在后续的改进中，英国智库的报告就认为055大驱将用上全电驱动，这样将使得055大驱在航速、降噪与设备的运用上进一步优化，还可以安装电磁炮与激光武器。此外，055大驱的垂发系统也将进一步改进其冷发射能力，将能发射舰载型的东风21D反舰导弹，并且将来也有可能发射舰载型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反卫星导弹。中国一个举动令印度感到担忧，中国或未放松警惕。为何印度士兵知道中国解放军的一些消息后感到心理失衡呢？近日，一则关于中国解放军的消息引起了不少印度人的担忧。新浪网消息，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中国方面正在加强在拉达克地区的防御。目前，印度方面通过神东到楚舒勒以南的斯潘果尔海峡的道路上的痕迹发现，已经有60多辆重型运输工具从该地行驶通过。由此可见，我军的隐蔽性非常高，不然印度方面也不会看不到我军长龙车辆的首尾了。但是印度方面却在时空线以东60公里处的一块地方发现了中国的坦克运输车，也就是说，我军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没有放松警惕。毕竟印度一直不按套路出牌，说不定哪天他们头脑发热，做出出格的举动，所以我们不得不防。然而，我军的一个举动却让一些印度士兵产生了退兵的想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由于双方对峙地区环境非常恶劣，双方必须要准备好充足的过冬物资，才能够挺过这个冬天。因此，我国也做出了相应的举动。就在当地寒冬的来临之际，为了确保我军边防官兵能够安全过冬，我国西藏军区川藏兵站运输车队驱车千里，将最后一批重达上千吨的物资送至边防地区。反观印度则不一样，由于印度在对峙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差劲，因此他们的物资无法及时运送至印度士兵的手上，并且因为印度过冬物资紧缺，所以他们不得不向美军求购。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向美军求购的物资则是一批旧货，其中有一部分的过冬物资已经被美军过度使用，上面有一股非常浓重的汗臭味，印度士兵根本无法正常使用。不仅如此，前几天印度边境地区还发生了一次雪崩事故，崩塌下来的大雪顷刻间将印度军队搭建的哨所摧毁。这次事故导致3名印度士兵被埋，其中还有1名印度士兵丧生于此。而就在印军如此之惨的情况下，中国解放军的日常生活却比印度士兵的生活好上100倍。通过网上流传出来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解放军正在包着饺子。此外，还有消息称，边防官兵为了驱散寒冷，时不时的还会吃上一顿火锅。相比于印度边防士兵来说，别提多安逸了。所以说，印度士兵看到了这些场景后，很多人都后悔来到前线，嚷嚷着要退兵。毕竟双方在军事实力上、后勤补给及保障上相差的太多，因此这些士兵难免有些心态失衡。不得不说，印度方面最好还是放弃对峙下去念头。双方对峙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就能印证出我专家金灿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碾压印度。